每天夜幕降临，吴镇城的叶粥店就开始人头攒动。汕头的叶粥绝非字面上的喝粥，各类海陆空食材阵容豪华，高达400多种，而这些却全部归属于白粥的配菜。配菜在长达10几米的点菜台铺陈开来，即便是熟客也会踌躇不定，难以选择。这里没有那个点菜单，其实这里就是点菜台啊。你喜欢吃哪一种鱼，喜欢吃哪一种卤味，他手一指，我们就把它记起来。本地人喝叶粥必点的3类配菜是卤水、鱼饭和生腌。吴镇城是惠来人，这里主打的卤水惠来美食龙江猪手做了18年。2000年，吴镇城怀揣着5万块钱，凭借着祖传制作龙江猪手的秘方，来到汕头开始经营叶粥店。一般我们想用这个就想用它比较肥大，你看它这个皮，卤起来它非常黏，交易了10多年了，所以它把最好的猪脚都留给我们。买回来的猪手先得一只只进行脱毛，一道卤猪手能成为10几年的招牌菜，离不开吴镇城对每一道繁琐制作工序的较真儿。猪手在火力的作用下，表皮收缩，烧至猪皮变硬，再放入冷水中刷洗，每一个缝隙都不放过。一冷一热，不仅能将表皮的细毛清理干净，也有助于猪手最后形成 Q 弹的口感。我爷爷做猪脚到现在40多年了，我10多岁就学他做龙江猪脚。小时候读完书啊，然后就来帮他切猪脚，洗猪脚。洗净的猪手顺着关节位分成3段，按大小依次码入锅中，倒入卤水就可以开卤了。卤制过程看似相同，但口味却各有千秋，是否正宗取决于这一锅卤水。我们龙江猪脚一个做法就是油滚油，它这个肉质比较香，吃了油，它每天这么翻滚，它就会更香。经过秘制卤汁3个小时的熬制，猪手色泽红润油亮，澄澄诱人，肥而不腻，饱含胶质。靠着这一道精心烹制的猪手，吴镇城在汕头餐饮界站稳脚跟。时至今日，菜式选择如此多样，这道配菜依然独占鳌头。生意做大了，配菜显然不能只有卤水，一有空，吴镇城便往海边跑。为了能拿到第一手海鲜，吴镇城甚至入股了6艘渔船，常常跟着渔船出海，图的就是能优先选购。潮菜对食物的原汁原味极为看重，食客非常讲究原材料的新鲜。昨天卖剩的货，你今天来煮给我们潮汕人吃啊，他嘴特别刁，他有的顾客一下子就吃出你这个小鱼仔啊，不是今天的。今天天气不好，2次下网，只收获了3厘鱼，吴镇城有些失望。买回来的海鲜，一部分将被吴镇城制作成叶粥配菜中的打冷。打冷是指各式冷盘熟食，新鲜食材做熟后，等凉冻后再吃，风味别致。吃叶粥，被称为美食毒药的生腌海鲜是最后的至味，腌制以酱油为主料，再加入香菜、大蒜、辣椒等配料，浸入膏蟹、
三眼蟹、虾菇、海虾、血蚶、生蚝等海鲜，现进现吃。食过之后再吃熟食会索然无味，一般会留到最后搭配叶粥。无论海边鱼蟹还是地头瓜酥，所有的波澜壮阔、轰轰烈烈，最后要辅佐的却是一碗简单质朴的白粥。这样的煮与刺延续100年。早年间，叶粥得益于走江湖的潮剧戏班，人山人海中，商贩单售叶粥的生意应势而长。潮汕沿海炎热，地少缺粮，少米喝粥已成习惯。叶粥店配菜各个摊档不同，但必有白粥。吴振成深知这味主食的重要性，店里每逢新来的员工，他总要把煮粥的秘诀反复强调。他这个水一开，马上要搅哦。它才不会粘锅。这么一点米，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水哦？不会的，等一下它熬出来，它这个有比例的。咱们像3碗米就要这么多水，不用几个小时，12分钟马上就能解决的，是不是？潮汕的粥水米比例适中，沉淀10几分钟，在热力作用下形成一层粥浆，米浆稠而不烂。配粥的杂咸、脆瓜、乌兰、咸菜多达上百种而不重样。一碗白粥下肚，貌似平淡的滋味，成就百千配菜的鲜香。一天的奔波劳顿，也被这白粥荡涤得没了踪影。潮汕地区追求原味儿，广东珠三角地区则讲究物尽其用。将鱼的每一个部位带上餐桌，无论是高档茶楼还是街头食肆，总少不了1、2道关于鱼的辅食小点。在广州，有的食肆甚至靠着一份凉拌鱼皮，即使深藏小巷，历经40年风雨寒暑，依然吸引了无數老廣慕名前往。我老豆咧就順德人嚟嘅，咁順德人咧就好中意食魚嘅，食魚生啊、魚滑啦，啲魚皮掉咗去咧就好浪費。咁我老豆咧就創咗一個菜叫做爽魚皮。魚皮一般用鲩魚或鲮魚皮為原料，一條2斤的鲩魚，在廚師靈活的雙手中淥出薄薄的魚皮。碱水洗過後，醃製8到10分鐘過清水，10秒鐘熱水，30秒冰水，時間掐得剛剛好，出來的魚皮才有嚼勁。拌上薑葱、芝麻和秘制醬油，爽脆鮮香。桑吉鱼塘遍地的顺德，鱼是顺德菜的主打。以精细刁钻为精髓的顺德菜里，几乎每个餐厅都会有几道拿手鱼类菜品。在顺德经营着一间私房菜的秦雨琪，就是一位擅长制鱼的高手。为了取得优质的食材，秦雨琪在离店不远的地方租了几亩地作為實驗，開辦了小農場。魚自己養，豬自己餵。呢度都係鯇魚、大頭魚。我哋而家就餵啲青菜，等佢保持到佢魚嘅活力，但係就唔會話會長脂肪。主要分布在珠江水系的鲮魚，是老廣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家魚。普通的魚需要刀工加持才能登堂入室。第8刀，抽起條。起刀十分講究技巧，
能像秦雨琦这样完整剥出一整张鱼皮，至少得经過3年的練習。肯定有㗎啦，就淥親啊、燙傷、戒傷啊、切傷都有嘅。上條魚皮冇穿過，先為之成功嘅魚皮。咁然之後咧，你一定要懂得釣魚嘅構造。秦雨琦深知學廚是苦海，卻不知不覺幹了30多載。難得20歲的兒子秦浩賢願意接過衣缽。順德廚師入門的考驗，必須從一條鯪魚開始。傳統的順德老菜，貌似家常，但全部都是易學難精。切薄啲咧，就剁嘅時候短啲，但係切厚啲咧，會有骨疏啊。擅長料理魚的秦雨琦，可以將一條魚演變出多種菜式。著名的均安魚餅，需要將魚肉剁碎後反覆揉打，直到打出筋道來。這時的魚肉富有粘性，看似軟嫩的魚肉，煎出來的魚餅卻有了爽脆的口感。最令人拍案叫絕的豉汁蒸鯪魚鼻，只取魚頭中最嫩滑的魚嘴，用豉汁蒸出醬香，個中細微差別，精明的本地食客總能辨出高下。秦雨琦也在傳統順德菜的基礎上，不斷加入自己的想法。魚骨熬製的高湯煮粥，只取細膩的粥水，加入剔除魚刺的魚肉、瑤柱絲、絲瓜等11種配料，用粥水煮的拆魚羹，就是秦雨琦自創的拿手菜。食物是入口之物，秦雨琦很在意街坊的評價，一直堅持自己調味，把一條魚變成一個味道的世界，這是南粵水鄉浸潤出的獨特技藝，也是順德菜的脈絡主線。廣東不產小麥，但並不影響老廣嗜好麵食。各式茶點把麵演繹出迥然不同的南粵風情。早上6點，增城東區市場內的包子店就要開始準備蒸包子了。在衍生成飲茶文化前，茶點不過是人們早起勞作的果腹之物，以粗糧為主。叉燒包、雞球包出身並不金貴，老廣們把它們稱為大包，既可當主食扛餓，又有點心消閒的滋味，至今是早餐中的主角。要2個是嗎？好，要燕麥的還是要白的？給我們白饅頭啊，白饅。小店裡忙碌的背後，是24小時不間斷製作的工廠，源源不斷地為這些早餐店提供各式新鮮包點。經營這間包子廠的林偉賢，同樣對廣式大包熱忱不改。每日都要做到咧，就係20萬，有時咧就突破到30萬隻。而我哋做出嚟嘅咧係即做，今晚做完之後，第日早上咧就即刻咧就係燒去整個珠江三角洲。對廣式大包的喜愛，還得從10年前說起。原本做餐飲生意的廣州本地人林偉賢，總想念小時候吃過的叉燒包，於是便開啟了包子店，專賣叉燒包。沒想到手工製作的包子很受街坊喜歡，10平米的小店常常排起長龍，每天最多能賣出6000個。
而最吸引顾客的是叉烧馅儿里藏着的老广味儿。去皮的新鲜猪颈肉肥瘦相间，煮了不柴不腻，嫩中带脆，是制作叉烧包最好的馅儿料。清洗后切成大块，放入滚水中煮开，捞起沥干，炸上一遍，前期准备工作才算完成。为了让口感更接近老广们记忆中叉烧包的味道，叉烧的烹制也是大锅炒制。猪颈肉入锅后，加入酒、生抽、糖和秘制的酱料炒熟，不加一滴水，这样才能使酱汁浓郁，完全将猪肉包裹。一锅25斤猪肉，反复翻炒，考验师傅们的臂力。一块叉烧的美味与否，从猪肉的选择、酱料的秘制到火候的把控，每个细节都十分的重要。咁嗰啲市民一試啦，哇！隻包個皮咁鬆軟嘅，再食到啲餡咧，哇！呢種咧就傳統嘅口味喎。做好的叉燒色澤暗紅，肥瘦適中，用機器打成均勻的肉碎，便可以用來製作包點了。10年間，機械化慢慢替代了傳統手工，而這裡的叉燒包依然堅持手工製作。從揉麵、分塊、製成麵皮，每一步都離不開師傅們的雙手。人工係經過咧就反反覆覆用啲係陰力去完成佢嗰個工藝流程。你搣開隻包，手工做出嚟，佢係好細膩。2兩麵皮，6錢叉燒餡料，一個個叉燒包在師傅們的手中成型了。80個師傅，每天要完成10萬個包子的製作。做好的包子經過發酵就可以入蒸籠了。為了保證叉燒包開花，溫度和時間的把控十分重要。經過高溫蒸製，包子裡的面筋、氣孔、紋路達到最佳的效果，可以膨脹到12公分，比起茶樓裡的叉燒包至少要大2到3倍。出鍋的包子外皮雪白，包面含笑而不露馅兒。輕輕掰開，微微上芡的叉燒餡兒，軟嫩飽滿，油潤而不膩。每個月，包子廠都要消耗大量的麵粉。潮濕多雨的廣東並不適合小麥生長，原料大多來自北方或者是進口。七哥，睇下啲小麥啦，嗰個係美遠白麥，質量非常之好嘅。都係達到我哋個要求啦。小麥咧就係有季節性嘅，夏天如果國內嘅小麥咧就係比較係適合。如果呢個季節過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採用進口小麥。睇下啲粉嚇，嗰啲粉。做餐飲出身的林偉賢知道，原料對品質的決定作用，總會定期到麵粉廠採購。呢啲全部都係同我哋生產。經過脫殼打磨，這些小麥將成為製作包點的材料。和北方的大包不同，廣東的包子使用的是精麵粉。麵粉選用，林偉賢有自己的標準。因為一粒麵粉咧，就佢分好多個組織。咁而家我哋採呢隻麵粉咧，就係要攞一個粉心，佢嘅麵粉味同埋佢嘅筋度係最適合做我哋嘅一包嘅。買回來的這些麵粉將會經過師傅們的巧手，成為一個個我們熟悉的包點。這些年，除了最有名氣的叉燒包，不斷研發改進的流沙包、燕麥包、核桃包、紫薯包、紅糖包等50多個品種，也豐富了江南第一包的麵點食譜。好啦，呢啲係今日新嘅品種，
新研發嘅柳葉包係自己做出嚟嘅，一定要試啊！而林伟贤也没有停止對產品的研發，老產品的抽樣和新產品的試吃成了每天的必修課。係啊，佢因可能啊開心人啊做開心包係嘛？在林伟贤看來，做包子沒有秘訣，遵循傳統，一張一弛，一板一眼，一心一意，成就街坊追尋的一道美味。和內地不同，沒有綿延的土地，面對大自然的嚴酷，在大海覓食的老廣們只能把主食的主意打在魚的身上。凌晨2點，饒平景州鎮的水產批發市場燈火通明，漁民的一天從這裡開始。真係？劍椒咩會啊？劍椒啊，哥啊，咩嘅好呢？咩好啊？劍椒啊，哥啊啱。辣仔撈啊。我有，但係都另外咗。啊。和其他前來交易的人一樣，林玉華要趁早到水產市場買魚，才能挑到第一手的優質海鮮。點知係暗哥有多杯？古蠔有件水缸仔啊。點解媽做差多杯？幾個？好。抓魚飯的話，常用的那個魚種的話，有那個巴郎、花鮮、秋刀，這些的話就是比較常用的那個魚種。黃強，還有那個紅口，這些的話就是比較貴一點的魚。林玉華所說的魚飯，到底是怎樣特殊的美食呢？魚飯製作雖然簡單，但前期工序卻全都是手工活，清洗是關鍵的一環。我們都是用那個海水來進行一個清洗，還有一個醃製的過程。海水的話，因為它是含有一定的鹽度，這樣子的話，那個魚身等一下煮完了以後，它會更加硬身一點。傳統的魚飯製作不用開肚去鰓，洗淨後，另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將魚擺放到刷洗乾淨的竹籃裡。那個頭朝下40度角，圍成一朵花一樣。中間的話，它留一定的那個空間，它是為了煮的過程比較難煮，能把這個魚煮熟。擺盤撒鹽，每天同樣的動作要重複幾百次。2015年，在外打工的林玉華回家，跟着有30多年賣魚經驗的父親學習製作魚飯，把一個小作坊做成了大魚行。魚飯的種類已經不局限於傳統便宜的花鮮魚、巴浪魚、鲈魚，還多了黃角鱲、鈉哥、青鱸等10多個品種。林玉華煮魚，除了海鹽水，還有一味秘方。這個海水的話是直接那種大船，然後出到沿海去把這個海水拉回來的。因為以前傳統的魚飯都是直接在船上，直接用海水煮的。煮魚的水準備就緒，醃製了20分鐘的魚也準備下鍋了。為什麼要加這個篩子呢？就是防止這個魚在蒸煮的這個過程中，它浮動或者說變形。包括我們最上面的要加那個重物，也是為了在蒸煮的過程保持它的美觀。無需任何調料，要的就是淡淡的魚腥氣和海水的鹹味兒。等待猛火煮上15分鐘便可出鍋。古書中將淡明稱為不食利者。在沒有冷凍保鮮技術的舊時，出海幾日不歸的漁民，為了保存食材，就地取材，在船上架起鐵鍋，取海水將魚煮熟，回航就可以售賣。煮熟的魚用熱水淋在魚面上，去除泡沫，讓籃子裡的魚湯流出，晾涼後，一份完美的魚飯才算大功告成。
外乡人第一次吃鱼饭，都会惊讶：鱼饭，为何只见鱼不见饭呢？鱼饭是没有饭的，说我们这个鱼饭蒸煮出来以后比较鲜甜，可以当成那个饭吃。新鲜质优的鱼饭，外表鱼色富有光泽，鱼身坚挺硬直，干香不输米饭，营养堪比主食。鱼饭绝非浪得虚名。制作好鱼饭，林玉华要趁新鲜送到揭阳售卖。30多个品种，400多筐鱼，这是林玉华一天的销量。我來腳咯，仔，但係我哋邊呀？你廿萬烏啊！每天只要是林玉华的鱼饭，总能在1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。这些鱼饭，明天将出现在潮汕人的餐桌上。而忙碌了一天的林玉华，总算可以回家吃饭了。小 BB 啊！我吃了。小 BB，好来吃了，唔去啊，吃了。吃喝。鱼饭的标配便是一碟普宁豆瓣酱，用简单的方法唤醒惊艳的滋味。像煮饭一样煮鱼，像吃饭一样吃鱼，变为鱼饭。这种在大海里诞生的淡名主食，本是无奈之举，却成就潮汕人难以割舍的滋味。主食，无论米面都不会有唯一形态。地处山区的梅州大部，各种用大米制作的小吃闻名遐迩。在客家人口中，这种米制品称为板。今天，林江华寻找的是一种客家地区普遍食用的植物——艾叶。春天种油菜，夏天收稻谷，还有地头的野生艾叶。位于大东镇的这片有600多年历史的梯田，在自然的滋养下，总能为当地人提供丰富的食材。在比较鲜嫩的拿来做艾板，还有头一部分呢，就是拿来煲汤，吃了比较活血。采摘回来的艾叶和浸透晾干的糯米混在一起，在石臼中用木锤捣碎。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，把北方小麦磨粉的蒸煮文化应用到稻米上，1000多年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板文化。经过反复捶打，再过筛成粉，艾板的原料就准备好了。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制板。林江华从小跟在母亲旁边打下手，如今已经成为家里制板的主力。我们大埔的小吃有200多种，都是米和糯米连成一块做的。像板就是差不多相似的，还有做春卷这些呢，就是要靠个人口味搭配配料，好吃不好吃就人家品尝得出来。到那个材料。哦。做好的艾板散发着浓浓的艾叶香，具有祛湿、暖胃等功效，是客家人1年4季都离不开的小吃。而祭祀必备的甜板，糯米的配料换成了红糖水。蒸熟后的甜板，用猪油煎至两面微焦，脆韧可口，
是本地人的年糕。同样是红糖制作的印子板，因为加入了粘米，制作起来更松软。菱形板模印制出来的形状也有了特殊的寓意。甜板代表着甜甜美美的意思，还有那个印子板呢，就是喜庆和婚庆呢，那个乔迁呢，都有人做那个板。为了照顾父母，林江华选择了留在家乡工作。如今，很多年轻人都走出了大山，会制作本地小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除了米板，本地人制作小吃也善于利用山里的食材。刮去肠粉的猪小肠，清洗干净，灌进打好的蛋液，两头用绳子绑住，放在锅里煮熟，便是本镇独有的小吃灌春卷。这个水不要太开，放下去，还有不要搞到边上，不然那个肠子会裂开。吃的时候，把春卷切成小段，轻轻划上十字刀，放入汤锅中，加点鱿鱼丝、葱花和胡椒粉，便可以食用了。今天林江华起了个大早，将准备好的贡品和米板装入祭祀专用的竹篓里。1年1度的环福活动，将在有400多年历史的花萼楼外举行。作为广东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围楼，形似花萼，显示了客家人圆满、团结、平均、平等的生活理念，也是林江华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20年前，楼里的村民搬进了新建的楼房，这里变成了祭祀、庆典的公共场所。年初许福，年末还福。还福意为答谢或回报。村民们经过1年的辛劳，迎来了鸡鸭成群、谷满仓、糖鱼肥美、果飘香的富足时光。为了感谢上苍庇佑，10多年来，家家户户置办鸡、鸭、鹅和各种果品，还请来了连演3日3夜大戏的汉剧团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。而在外工作的亲友也会在这一天回家来，共同庆祝。节日的喜庆里，丰盛的餐桌上，来自山间田野的食材，长相普通却健康滋养，是对客家人辛苦1年的奖赏。1日3餐享用着自产的稻米以及米板，安康长寿，铸就本地的长寿之乡。饶平3饶镇，数百年前人们迁居而至，好山好水出好米，稻花乡里说丰年。种田如绣花的农耕习俗，让这里的水稻别具风格。7月，山美乡的刘维才和父亲开始了新1年的晚稻种植。他们种的水稻有着神奇的身世，当地俗称香水稻。山美乡内，2座山峰对峙而立，清澈山泉流经村庄，河流之间有土地300-400亩，此处生产的稻米才能冠名香米2字。3个月后，水稻抽穗，稻谷中包裹着米浆，稻田自然散发独特馨香，香水稻开始展现与众不同。
普通水稻才1米1多。你看这个水稻，当然现在已经有1米7左右了，估计还要再长30-40公分。等到沉甸甸的稻谷压弯稻杆儿，收获的季节到了。晚稻口感更好，本地人坚持1年1种，种植周期比普通水稻要多20天。像书里面有记载，这种水稻呢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种，它第2年呢就剩下3-4成，第3年就一点香味都没有。今年收成不错，刘维才和父亲都十分的高兴。但在4年之前，刘爸爸并不支持儿子回乡创业。一辈子土里刨食，刘爸爸深知农事艰难，香水稻产量极低，村里仅剩1户人家种植。在外开西餐厅的儿子却要复兴面临凋敝的香水稻，决定返乡一搏。好在第1年种下的水稻没有亏本，还赚了钱，这给了刘维才扩大规模的底气。收获时节，除了抢收自家稻谷，刘维才还得到其他农户那儿走走。係咪啊？來茶啊！你見呢個食糊啦，都係。咩啊？同我咁咯。你咁樣留嗰架啫啊，多本了。2014年，试种成功的刘维才成立了香水稻合作社，免费提供种子，无条件收购，鼓励农户种植香水稻。蒸又嚼實，你咁多家己整個家己又食，嗱啲話咁多胡椒請下燈了，我哋溝家整。辣汁切。尝到甜头的农户纷纷跟着种植，合作社从最初几户发展到现在的80户，香米的品质在统一的生产标准下得以保证。和其他水稻的细长型不同，香水稻稻穗呈椭圆形，赤色且有褐色条纹。骨壳有短毛，顶端有短芒。趁着阳光，家家户户开始晒稻谷。收回来的稻谷得晾上整整1个星期。夏天太阳太猛，一晒米就碎。只有阳光温和的冬日，最适合香水稻晾晒。这也是香米只能晚稻种植的原因之一。在日光作用下，稻谷水分蒸发，香味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。这几年，刘维才的种植规模从5亩扩大到了50亩，产量多了，却一度遭遇滞销，香米不适宜存放，刘维才遭遇困境。看着堆积的香米，刘维才又开始新一轮的味道冒险。纯香米蒸熟的米饭，摊凉后撒上酒曲，搅拌后放入瓦缸中发酵。等上半个月，淀粉生成的糖转化成酒精，就可以取出来蒸馏了。到时候粘锅了，这个酒就有糊味了，就没用了。柴火蒸馏提纯出酒，清澈透亮。让刘维才惊喜的是，存放一段时间后，香米酒竟有了比普通白酒更醇厚的香味儿。这个酒精度是70度的。打磨脱壳后的香米，米粒儿圆润光亮，粒粒似珍珠。香米珍贵，常常被作为煮饭的佐料，在普通大米中加上一把，整锅饭便桂香扑鼻，这才有了一家煮饭7家香的说法。
而本地人最传统的香米系美食还是果。米团反复揉搓后分成块儿。落水啊！再放入热锅中蒸熟。富有粘性的香米在蒸汽中产生类似糯米的质感，这时候取出来，趁热再经过反复捶打，富有韧劲儿的果团就完成了。刘妈妈也擅长用稻米制作各种果品。果作为潮汕经典的小吃，是过去出远门的人们便于储存的干粮，也是逢年过节潮汕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辅食小吃。而每年丰收时制作香米果已成了刘家的惯例。稍稍放凉的香米果白白净净，有嚼劲而不粘牙，齿颊留香。农忙遭遇雨天，最适合在家招待帮忙的亲友。吃着香米果，喝着香米酒，刘维才复兴了罕见的香水道，在农耕的琐碎中找回儿时味蕾的风土记忆。